在远离太阳的宇宙深空得不到太阳能的加持，旅行者1号、旅行者2号、卡西尼号、新视野号探测器们是如何获取能源、维持设备的正常工作，并同地球保持通讯的呢？答案是放射性同位素电池 RTG， 也可以叫它核电池。那么核电池究竟是怎么工作的？除了能把它用在太空里面，还有哪些地方能够用到它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咱们分2个方面来谈，一个是它用什么燃料，另一个是它是怎么用这些燃料的。好，我们开始了。装在核电池内部的是一种叫做钚的元素。钚也许大家并不陌生，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会称它为人类已知的最毒物质，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强大的核能源。一个直径只有10厘米的钚球重8000克，它如果发生核爆炸，威力可以与当年美国投放在长崎的原子弹相当。不过核电池里面的钚可不是用来发生核裂变反应的，当然那种核电池呢，我们一会儿也会讲到，它利用的是一种钚的同位素，叫做钚238的衰变反应。所谓衰变呢，就是指不稳定的元素将原子核里面的粒子放射出去之后变成另外一种元素的过程。比如钚238在它的原子核当中呢，原本是有94个质子和144个中子的，随着衰变质子和中子分别减少了2个，它也就变成了铀234了。减少的质量去哪儿了呢？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告诉我们，它跑去乘以光速的平方去了，于是换来了大量的热量。难怪马特达蒙在火星上被冻得瑟瑟发抖，是要去抱核电池的大腿了。它就是一块红彤彤的小火炉啊！核电池只需要将小火炉里面的热转化成电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啊？等等，难道这就是他用核燃料的方式吗？这么直接就把热变成电了，真的可以吗？怎么做的？好吧，这个呢就叫做热电效应了。它听起来很高级，可以用在我们正在说的太空中的核电池上，也可以很接地气，比方说用在炒冰机上。前者你是不太容易去体验到的，但后者嘛，要是你高兴，花几十块钱就能拥有了，四舍五入一下也算是体验了一把太空科技，不赖哦。那么热和电之间的转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还是很好奇这点啊。原来它利用的是温差发电的现象。这个现象其实早在1821年就由托马斯·塞贝克发现了，所以又叫做塞贝克效应。塞贝克当时将2种不同的金属导线连接在一起，然后将其中的一根加热到很高的温度，而另一根则保持低温状态。结果突然发现接近它们的指南针居然旋转起来了，说明这里产生了磁场。后来又进一步的发现，原来这个磁场是由2边不同温度的金属所产生出来的电压形成的电流，从而造成的。好复杂的关系啊！所以从一开始起呢，塞贝克自己也是没有理清楚的。但不管怎么样，新的历史就此开启。早在20世纪初期呢，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利用温差发电的装置了。当然，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是更加高效的半导体材料。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它产生电流的原理啊。都知道，热的本质呢其实是粒子运动的激烈程度，温度越高，粒子运动的激烈程度也就越高。所以，当我们把半导体材料夹在一热一冷2片金属之间时，半导体材料里面靠近热源这边呢，运动更加激烈的粒子就会朝较冷方向比较佛系的粒子这边挤压移动，于是冷的这一边自然就很快聚集了大量额外的粒子，它们带什么电，这边显然就带上了什么电了。看起来很像一枚小电池了吧？其实接上电线就可以直接用了，但只有这一枚的话，电压实在是小得可怜啊，那就用很多枚把它们串联起来吧。现在的温差电池就是这么干的。由于串联必须要正极对负极的接在一起啊，所以温差电池里面夹在2片金属板之间的半导体实际上是有2种类型的，一种叫做 P 型，会移动的粒子带正电；一种叫做 N 型，会移动的粒子带负电。在热量的推送下，它们都朝一边聚集，从而夹在一起，产生出更大的电压了。所以你看，核电池发电的逻辑就很清晰啦。先是用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产生持续不断的热，然后再用温差电池将这些热转变成电。以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能够让探测器持续工作数十年了，直至飞出太阳系了。当然，月亮上也有它，在长达半个月的月夜里面，玉兔2号就是靠它停过来的。几十年来RTG 核电池一直都是深空探测器所依赖的能源，但它的缺点其实也很明显。笨重、昂贵、低效，所以 NASA 正在计划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替代掉它。用什么呢？也是核能。不过这次的核能更纯粹，因为它用的是核裂变，就跟核电站里面一样了。简单来说，这个叫做斯特林放射性同位素发生器的新电池呢，由一个小型核反应堆和一些斯特林发电机组成。
依然是一个负责发热，一个负责发电。优势是它的能量转化效率比 RTG 高了很多，所以只需要携带原来的1/4燃料就足够了，发射重量减小了，发射的成本也就降低了，并且也可以让航天器携带更多的有效载荷，执行更丰富的太空任务了，益处多多啊。核反应堆大多数人都听过，并且也大致了解它是怎么工作的，但这个斯特林发电机是什么呢？它又是怎么工作的呢？我们最后再花点时间来简单介绍一下它。让我们先来看一段斯特林发动机的演示。至于发电机嘛，只需要把这个旋转的飞轮去掉，换成一个可以切割磁场的线性发电机就可以了。斯特林发动机的发明也是很早啊，1816年就由苏格兰人罗伯特·斯特林申请了专利。它的结构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密闭的气缸和2个活塞，利用冷热空气的压力变化来推动飞轮旋转的。大活塞将气缸分成2个部分，但是边缘依然留有空间，能够允许空气从其中穿过。开始工作的时候，发动机的一边被加热，于是热空气开始膨胀，并推动大活塞压缩另一边的空气。被压缩的空气又挤着小活塞往外跑，用曲柄连着小活塞的飞轮因此开始转动。它一转动起来，又带动同样用曲柄连着它的大活塞开始往里走了，回到原本的位置。此时气缸里面的空气几乎全都来到另一边了。在这儿，它会被快速降温，冷却之后体积变小，气压差，于是又将小活塞拉向里面，继续带动飞轮旋转。就这样来来回回，周而复始，只要加热不断，发动机自然也就停不下来了。这个发明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轰动，被当成可能会影响到人类的工业进程，但实际肯定是高估了。这么多年来也没有见它出现在多少正经的地方。然而现在 NASA 对这个新玩意儿却充满了信心，认为它一定能够成为解决人类深空旅行和外星殖民的关键技术之一。至于是不是呢，我们拭目以待，但至少今天我们一起弄懂了一些超酷的太空技术，对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